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这个没有预约吃不到啊，在外面买不到嘛？买不到。对，我会醉，因为我看不到轮子哎。不用看，鳗鱼吃饭喽！可是我们把它断了以后，等下怎么拿出来？不用拿出来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跟肉变成一块一块像豆腐的感觉，但是它是粘在皮上面，对不对？对。身后呢，这就是云林的西螺大桥。身为云林人的我呢，其实住云林的时间没有很长，因为跑外景的关系，来了云林好多趟了。可是跟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的云林越来越不一样。你们知道吗？现在台湾的首富是云林人哦，而且呢，在云林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产业。今天我们就要来云林一探究竟。走。说到高手在民间这句话，我是绝对100%认同。因为呢，就连第一等小组常常走跳的吊场里啊，竟然呢也出现了令他们感到意外的隐藏版顶级珍馐。你好，我想要来钓龙胆石斑啦，黑啦。龙胆石斑要自己钓，这个是螃蟹要干嘛的？这个会夹人哦，你要小心哦。夹人要。嘿，这个要钓龙胆用的，不是要给人吃。哦，给石斑吃啊，这个也是啊。上把鱼跟虾子哦。对。这怎么弄啊？螃蟹本身我们在钓，有的会剪，有的不会剪。啊，为什么？因为你没剪，它螃蟹会走动。它会走在洞里面，你石斑鱼，它会往下钻，对不对？对，它看不到。你如果剪掉的话，螃蟹它都没有手没有脚啊，它在水里面不就是颗石头啊？石斑鱼就看不到它啦。它这里后面这2个还会动。哦，就留2个。留2个。再来就是钓鱼的技巧，就是你要甩竿。哦，好 ，OK。那沉底对不对？它也是会钻，你要用竿子把它再拉起来。我要把它拉起来。哦，是哦，我连虾子都没钓过呢。虾子没钓过，我们用虾子钓龙胆，我们不要钓虾子。马上进阶了。这个不要给它吃啊，这好浪费。这个龙胆要吃的比人好啊，这好浪费，这个拿去我们蒸一蒸就能，加个瓦萨比就好加。这里多加子它有一个生命线在这里，它的黑线，你绝对不能勾到它的线，里面有个黑线有没有？哦，黑线勾到就死掉了，它会死掉，所以你要闪开。你要闪它的黑线。哦 ，OK。你说黑线是生命线啊？对，你这样子勾到它的脑。生命线有去屌嘛？你那条可能比较短吧。没礼貌。有的人会勾头部，因为我们钩子大，你勾这个头部，因为你勾它的头，它绝对会死啊，不好勾。那个你看龙胆石斑吃这么大只的虾子，这么大只的螃蟹。它已经超级大只了，最大100多斤，100多斤多大？你可以比一下给我看吗？差不多，你站起来啊！这是你女儿呀？对，差不多这样。100多斤就大概这样。就像100多斤。龙胆最大，差不多60公斤。对。就我们俗称的白头。怎么拉得起来？怎么可能拉得起来？这里面有100多斤的龙胆石斑。有，里面有8只。
嗨呀啦，调动西我就最不在行的，第一趴就给我出这个难题，简直是要我挑战人生的极限。虽然我们的老师傅是很专业没有错啦，但是如果我绕腿钓不到，那我岂不就无缘见到我朝思暮想的顶级珍馐吗？有了！不可以拉线头一口。那我现在怎么办？拉这个吗？你怎么不帮忙？没有，要自己帮忙。好，给我大。你那给过去了，拿。我。我这样可以吗？可以。我好重哦！赛那个要帮忙啦！我这个人脚身材不好，不想。怎么收？你帮我收。来，等下放进，放线，不要放线。来，龙胆西。要收线，你能让它全跑，等下往前跑，对，它右边这里也动，这里也动，然后不然呢，拿这样，不用收你，来拿这样，我拿，对，这样就好了，我都开始，不要放在胯下会痛，等他累是不是？来，这一次来，OK，目前这耶！成功了！嗨 ，Nice to meet you。抓个半根腿，这个有多大只啊？我可以看一下吗？差不多20斤左右。哇，这才20斤哦，100斤的这个5倍大哦。 100斤比你还要大。这就是当寻龙高手的感觉吗？不但拼体力，也拼技巧，难怪是钓鱼人百试不腻的经典挑战啊！就连咱们的美女钓手呢，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你差点被拖走哎！差一点点，真的。我差点就下水了。今天运气还可以啦哈。好，给你讲讲。 开口起来。你要搬到这边来，他扎在裤。你们看看这个酷死啦，绝对是 pro 级的啦！当然啦，我们输人不输阵呐，毕竟钓鱼呢，靠的不只有技巧，还有经验，还有运气的加持才行。我跟那阿姨的姿势，你2只你就可以。不会啊，我现在没有感觉。要脱了。等我脱衣服的时候，你有怎样？加油，脱起来给他看。来。当我要脱衣服的时候，要脱了好了。然后第一次钓鱼，第一次来这边钓鱼，其实蛮好玩的。当它在咬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就来了。又有了，有了！哎，我也有了，有了！你走过去，两个逼根，小一点过来，小一点走过来。我会了。来，小心啊！你要走过来，不要过去。我就发嘞。小心！让你要不要动？加油！收，你要收，对，放线收。不要点线，懂不懂？我赢你啊！不是，我现在好痛哦。哪里好痛？一边看到线线。对，就这一个。我说有没有50斤？啊？你说的几斤？我自己的。好。对，往前跑。好，可以了。我的比较大只，断了，没有，不要大了，在手里呢。我比较大吧？我比较大吧？没有，下面还有100斤的在等你。100斤的是不是？来，给我潜水装。要下去给龙胆吃哦。真的蛮好玩，你会发现，其实啊，你来这边以后，你就知道钓鱼的乐趣，真的，它是全身的肌肉，哇，好累哦，真的。你有钓过这么大只的？我有钓过破100斤的。你自己拉吗？嗯。真的吗？肌肉比你大。不可能吧？
我看那只比你大，我赢你了。耶！你教我，我第一次，你你好厉害哦，可是你的裤子也很棒哎。哪有好痛？我这边钻好痛，会 OK 哈，超痛的。你钓这个钓多久时间？我从去年跟朋友来钓到现在这样。然后就跟老板变成干儿子，对，干女儿了。对，干妈跟干爸。干妈跟干爹。这里的老板人都很好，所以在这边钓鱼是很快乐的。哦，对，因为这边是人情味。可以赊账是不是？饮料可以赊账，饮料可以赊账，好可爱，好可爱。听老师傅说啊，钓场里的隐藏版顶级珍馐就在这龙胆石斑身上，想要一见它的庐山真面目，还真的要有专业的高手协助才行。哦，这是肝脏吗？对对，那这个干的，这个就干，很漂亮，你看哦，很漂亮，粉红啊粉红，到属隐藏版，到市区一点就都没有了，没有，就剩肉而已。对，隐藏版，这个隐藏版，这个在餐厅会卖多贵啊？这个肝喉咙比较贵。喉咙在餐厅，他们一斤炒出来的话，大概会落在，我听钓友在说了，落在1500左右。1500，一台斤哦，很搞刚哎，真的，因为它很脆弱，所以不能够破坏到它原本的那个本体，肝真的很难取哦，怕它破掉。粉红啊粉红，这个就是它的喉咙，好漂亮哦，肝就是这样，就是耶。没有想到龙胆石斑的肝还有喉咙，竟然是老饕的最爱，而且据说龙胆肝的滋味啊，更是媲美法国3大料理之一的鹅肝，保证让人惊艳。龙胆粉干，对。哎，这个在外面卖要多少钱呢？无价，真的无价。无价 ，OK。好吃才是重点。好，第一次吃我们的龙胆喉咙，对。很像脆肠哎，脆的，又有弹性的感觉。对。哎，它喉咙这块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最外面，对不对？最下面喉咙最下面那里，最下面那里，很像在嚼那个猪耳朵，那个感觉。这样看起来很像3层肉的感觉，有皮、有脂肪、有肉的感觉。对。哎，猪耳朵有像，猪耳朵。你讲猪耳朵，我觉得反而更像猪耳朵。对，猪耳朵，有那个香味，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物的香料都没有，原汁原味。平常比较少在讲国语哈。我拢讲台语的关系啊。我哪里讲台语别紧啦。我讲台语的关系啊。讲台语我听有啦。偏食，别去啊。我们不是专业的主厨，偏食。我跟你讲啦，上新鲜的物件吼，就是买什么调味料。这嘛是喉咙。对，这3杯喉咙。这个会比较 Q 哦，这个是上半部，上半段那个喉咙的上半段，它这是下半段。对。因为这边很像那个刚刚比较透明，很像牛筋哎。对。都是胶质啊。这个没有医院吃不到啊，在外面买不到吧？买不到。对。我们要在切牛排。我要来了啦，不管了啦，虽然不好看，但是吃起来保证赞，很甜，粉的，很甜，超甜。赶快再来一口，我会醉的，真的。没什么好讲，很好吃，这个很好吃。然后我在讲，我要讲它怎么去形容它的味道。因为它跟我们在吃一般的鱼那个肝脏不太一样，它煎的是它吃起来的时候，它外面很像我们在吃那个下午茶的那个焦糖，焦的，它焦糖外酥内软的感觉。对，然后是会一层焦糖在上面，你咬下去的时候会嘎破开那样的感觉，所以上面是有点脆脆的，然后到里面的时候，很像在吃提拉米苏的感觉，里面很粉嫩，又带有点水分，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鱼腥味。你如果不讲的话，你会感觉不出来它是肝脏，对，很像吃。这个可以配咖啡嘞，软这啊，这可以变成是下午茶甜点嘞。整盘最好吃，我觉得是肝脏。第二名是这个很像我们牛筋的喉咙的上半杯，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其实鱼肉也很好吃。果然是行来的老饕料理啊！如果没有熟人带路，怎么可能吃得到这么特殊的食材？没想到这个时候呢，钟哥又端出隐藏版中的隐藏版。龙珠料理，但是龙珠不是章鱼的眼睛哦，是龙胆的喉咙的上半段，上半段，对，一样 QQ 的。看
太赞了。刚才我在吃之前，我们导演说，这个吃完之后，我的排名会改变，真的变了。配点啤酒很好，第1名、第2名、第3、第4、第1名，好好吃哦！这个比较，这个它很像我们在吃，它就像大颗的龙珠啦。对它像我们吃那个咸酥鸡那个鱿鱼的最上面那一桶。对，最上面那一桶它。那个是火龙的上半段。龙胆大餐真的名不虚传啊，假霸过假卡。不过既然有我这个云林人带路啊，就算是甜点也不能马虎哦。这个盘子这么大，就是代表菠萝做起来会这么大哟。对，加上加倍大哟。哎哎，一般的菠萝，如果一般菠萝的话，它这个面粉是不是像鸡蛋这么小而已？对，差不多，给人勾。哎哎，差不多，哎，差不多这样而已。哦啊，这个大的菠萝差不多是几个菠萝的大小？快5倍了。哦，好轻哦，好轻哦，我以为就当了呢。没有，哦，就轻的呢，哦，2条啊，哎2条啊。啊，这菠萝皮，我怎么做？像那个菠萝皮要把它压扁。哎，这个，哎，等一下，小劲啊。安尼好。那再拿起来，再拿起来就好。哦，这就菠萝皮。哎哎，手压个粉，手压个粉，不是追手，接手。压个粉这样。啊，你把它用挖一个小洞。哦，那一个挖工啊那。挖工啊。哎哎哦，没来。那你就可以把线那个穿进去了。安尼够不够？不够。这样还不够？哎。你一年卖偌济？你这原物料这贵，你安尼不够？可以称，应该还不够。52.9个，要560。要560，哇，560哦。对，560。给客人的只能超过，不能够少，是吧？对。566啊，566。我这边装的哩哩啦啦。压进去。很像小笼包的感觉。那你再从旁边慢慢的把它拉进来。我这个有人会买吗？这个你可能要自己消化了。你这样，我没办法啊你。哦，对，给我2条，没有，这样还可以救。就从旁边慢慢的拉进来。哦，不错哈，喜欢吗？OK。帮你做个记号。帮我做个记号，就是不能卖。专属的。冷具嘛哈。哎呀，大了呀！对。我可以切这个，那我来切好了。有胆大心细，我画一下。这个再做个记号好了。经营超过50年的面包店巨无霸爆浆菠萝就是店里的扛把子，等待现烤出炉的美味，绝对会让人赞叹，太值得啦！晚上吧，现在整个空间啊，这边的空气就是很浓的奶香味，修腾修。我可以看一下里面吗？哇，因为我看不到轮子哎。不用看，你看路就好。有点歪咯。鳗鱼吃饭喽！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哇，好像浓汤的感觉哦。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菠萝面包哎。看我超级烫。哦，好酥哦，好香好酥哦。它吃起来就是它有点淡淡的咸香味里面，然后呢，它又有奶油的香味。好像蛋糕哦，好厚的菠萝面包哦。对。好好吃哦，好吃，而且它里面有一点奶香味，然后又有那个butter那个奶油，因为奶油受热的时候会更烫，所以它里面真的非常烫。这个如果拿回去冰的话，如果你拿回去冰的话，再拿出来，它不就是变成菠萝油了？对，里面的菠萝它会稍微凝固，里面就凝固了，对不对？
你看有多大哦！我的脸差不多是钢圈13寸的，差不多小朋友的那个脚踏车的钢圈一样大，差不多。里面的线有在咕噜咕噜的动的感觉，很像存钱筒的，对。太夸张了，这内馅简直跟牛奶一样，可以用喝的。坚持真材实料的制作呢，也让老板赢得始终顾客的集齐啦。倒是来到浓郁的养殖大县云林，这一位肯定不能错过，连龟毛日本人也竖起大拇指说赞。你等一下把它提起来，总是要让你做点事。对，来到鱼池啊，要让你亲。好像要开始做贡丸了，好像开始做鱼贡丸的感觉。对，对，我们平常都是一个人嘛，不是2个人。你推过这个没有？我推过啊，我以前是练田径的，我以前是手在下面，人家脚在帮我这样推的。真的？我是用手在推的。不要那个臭屁的太厉害。我厉害，你要抓我的脚，我可以哦，来，抓起来，双脚。不是往后抓啊！你帮我抓起来，双脚啊！双脚抬起来，然后往前走。大姐，拜托！不是人体推车的。比这个车子还难推。这个摸起来有点像那个花桂。对啊，你要知道，一定要搅到这个程度哦，它才不会有粉粉的都对那个饲料来说，鱼池都会污染。粉他们就是要是学问呢。对。这一车成本多少钱？如果我打翻要赔多少钱？我就打那个。哎呦，他第一次啊，实在是。你看，我们平常要走这个鱼池的，体力好就行。现在我是用核心在处理，这个腹部要处理，这个不能用脚或用手，要用肚子，对不对？还要缩小腹哎。对，要缩小腹。这个难怪你老公的身材这么好，每天早上都做运动。那为什么这边的池子要有网子啊？小鸟会来吃。我们晚上就是一些夜鹭啊、白鹭鸶啊。吃鱼。为了养出能够外销日本的胭脂鳗啊，不论是饲料、水质、环境方方面面的细节都不能马虎。这个很正常，没有这样才怪。小心！我看不到轮子不用看轮子，你看路就好。它会不会就下去我都不知道。下去你一定知道。你看我好痒哦。掉下去就过瘾了。因为我看不到轮子不用看，你看路就好。有点歪咯。没关系，已经快到了。我要靠左边还是靠右边？无所谓，你只要站稳就好。我知道了，这边有网子，从这网子丢吗？好，停下来。要掉在那个。好，所以我等你们来。这个在前面一点点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对，这样子。然后这两边要抓住，抓住再倒。鳗鱼吃饭喽！其实今天还算轻的，我们平常都到那个100多公斤。来！不会的，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整只的鱼都在这边了。应该是它不在这边的。有的是不能吃因为它怎么才会进兜？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入口嘛，看不到的话，它们就会更凶的。而且他们的皮肤感觉好光滑其实看他们吃饭蛮疗愈的。对呀。就是不知不觉你就会待在这不想走。所以那个我老公时常就说养鳗鱼是他最快乐的时光。虽然很辛苦啦，我们在这工作很辛苦，但是看到他饲料，看到他慢慢成长这种心情，他说他一辈子都要养鳗鱼。
250公克，这个大小，这个是外销日本，日本人最喜欢的尺寸。哦，所以是我们在日本吃的鳗鱼很多都是台湾的。对，应该都是很多都是台湾的。真的假的？日本鳗鱼饭超好吃的，都台湾的。对，我们台湾鳗鱼饭更好吃，我们因为把我们台湾最顶级的林志玲留下来。哦，已经快吃完了，好疗愈哦。我们就是给它让它有竞争力，身体会比较它才会健康，不能够喂养，喂养的话它就对不对？天天就很斯文的在那边等饲料就好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不能生于安乐，不能养在温室。对。哎，可是我没有来录过这个，我看到小只的在水里，我会以为是蛇哎。对呀，超像蛇。对呀，你看小只的很恐怖哎啊。哦，我看到我会怕。坚持定时定量喂食鳗鱼，让它们维持抢食的活力还有活动量，正是这里鳗鱼好吃的关键。这是我们家要吃的吗？对，要放进来吗？再拉，拉去哪里？没有，等一下放在里面。对，把它拉出来放在桶里面。好。哇，好多皮带哦！我告诉你，你看这个都是刚刚那个，我们把它抬下来，好，抬下来。大只，它不用戴手套吗？不用吧？哪边是尾巴？哦，黑黑的是尾巴。头尾都搞。哇！你看，这个怎么好像我们面膜打开的那个胶质的感觉？对呀，对不对？鳗鱼哦，它没有鳞片，它就是靠这个保护膜保护它。保护膜是不是？抓尾巴，它会往后退。它会往后退，所以你抓尾巴，它会往后退。头在这边啦，我们抓尾巴，它会一直往后钻，它会一直往后钻，有没有？哦，尾巴在这里嘛，是，你这样很好抓。真的成功了呢！哇，有天赋，留下来养鳗鱼。其实我吃鳗鱼更有天赋。一只手会更好抓。哦。尾巴你不要抓，一只手就可以，不用2只手，2只手反而不好抓。你会抓鳗鱼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哦，对不起，好。好了啦，简单啦，来啦，抓过几次就会了。成功啦！真的，过来啦！哇，对，抓尾巴，来啦！对，无聊啊！哇，好痛！输掉，你也是啦，换你的啦。其实不是我厉害啦，而是大哥点出诀窍，能够让我马上抓到美感。接下来他还要分享实用的鳗鱼料理小撇步，让大家都能够煮出鳗鱼大餐。你要来拔刺，对不对？我们来断刺。好，你有没有听到有声音吗？你听，有哎，有没有？有，咔的声音。可是我初学者，我怎么知道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把它断掉就好。如果刺这么短的话，你吃下去你没有感觉。哦。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做。那它刺很多哎。对。有跟萨满鱼一样多吗？差不多。可是我们把它断了以后，等下怎么拿出来？不用拿出来啊。为什么不用拿出来？那骨头有很多钙质啊，就把它吃下去啊。不会，骨头是绝对不会这么短的刺，你吃下去没有感觉。你喉咙这么大，你怕什么？哦，不要怀疑。好，不要把它切断了。你只要听到咔一声就好。好了，不要再切下去。好。蛋白质最高的。它鳗鱼是直肠子，所以说它如果吃下去没有吸收的话，等于那个就排掉了。直肠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几条针啊，探卡声从脚腕很直的人就对了。对。直肠子所以它在吃东西的蛋白质就是要比较高，在这一段里面一定要马上吸收，才能够吸收在身体里面。对然后它的那个油脂要怎么样能够灌到肌肉跟肌肉的那个肌间质里面去？它是最好吃，难怪吃的秘诀。难怪鳗鱼怎么吃，它身材都那么窈窕啊！对，吃多少拉多少。所以你会觉得鳗鱼吃了会入口即化，鳗鱼是每个部位都好吃对，它一块肉里面每1公分都是好吃的。对，它就是鳗鱼这么贵啊！我觉得越来越难了，这边给你切好了。好，你
像这样子的话，大概所有的刺都会断掉。哦，我16岁，我念高一的时候就在养鳗鱼，民国58年。啊，你都没有挥泪鬼啊？在乡下没有地方挥泪啊。夜店啊，或什么的。啊，你说，所以说乡下住久了以后，每一个都变好野了。啊？为什么你知道？没有地方花钱。哦，大概都嘛变好野。你也是铁公鸡，只进不出呀？不是，没有地方花啊。我没有地方花。啊，你有去过夜店吗？我不知道什么叫 Night City 啊。我认为他们在 Night City， 跟我们猜的 Night City。对，因为你每天乡下没有夜店啊，5、6点就要起来了，你就不能熬夜啊。问乡下夜店，问的 Night City 是夜市啊。哦。咖喱那个。你夜市要到几点？啊，9点。也要9点。9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肉变成一块块像豆腐的感觉，但是它们粘在皮上面，对不对？对。它的肉已经像断翅了，再一断翅，好像地毯哦，好像长毛地毯哦。大哥料理的手法很佛心哎，仔细断开所有的细刺，就算大口痛快的咬下一整块鱼肉，也不用担心被鱼刺哽住，完全是为我们这种懒得挑鱼刺的人所设计的。感恩哦，大哥。这个这个我百吃不腻，试试看，很软嫩，不好吃我会吐出来啊。对，我会。哇，这边黏住，吐不出来，太好吃了！我可以表演一口一串，你信吗？我绝对相信。哇，太好吃了哦！而且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配博，就是因为刚刚老板有说，其实很新鲜的鱼肉，你下去炸之后，它是会卷起来的。然后你如果炸完之后吧，你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卷曲度的话，它是非常新鲜的。那如果说你卷成这个样子呢，就代表说它不是那么新鲜，而且它已经老了。对不对？卷的太多的话，代表老了。那如果新鲜的，那如果说完全都不卷的话，就代表它是死很久了。对，它是死很久了，没有筋性。哇，这谁裹的粉？好好吃哦！对啊，对，好像是你裹的。裹粉是最没有技术的，对不对？好好吃哦！你知道吗？它这裹完粉之后啊，它里面的鱼油啊是真的锁在里面。我觉得老板是温度跟时间控制的很好，而且最后面还有用高温把它油逼出来。我就是鳗鱼的。对，小心要有刺哦，你不要。这个比较大，所以它的刺会比较硬。我发现啦，因为刚刚我们在厨房的时候跟老板聊到，老板说其实像虱目鱼啊，它很好吃没错，可是它最好吃是鱼肚那一部分。对，因为它的鱼肉还没有那么的嫩。但是我觉得我吃了这个鳗鱼之后，我发现，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吃蒲烧鳗，很少吃到用鳗鱼在炖的大肚汤。它这个肉好细致，它肉细到有点像鳕鱼的感觉。我相信郭台铭过的日子也差不多这样而已。哦，好好吃哦！试试看我们那个山药。山药怎么养？山药我吃过，我常吃啦。山药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山药？山药他刚刚讲过了，早上要，中午要，晚上也要。你们难怪，你看有多好吃？你看你们哦，真的是，所以他都山药嘛。这个可以讲吗？你是山药还是山不要？我是山不要。这个汤是重点，你喝下去你就会山药了。我要了。第一次吃到这么多变的鳗鱼料理，大姐还设计了鳗鱼御饭团的手作体验，让全家人呢都能够参与吃鳗鱼的乐趣。而且最经典、最不能够错过的，当然就是鸡髀啦。这是不是看跟你在日本吃的哪里不一样？这个是不是要这样子剖开之后，这个饭要先切，对不对？对。饭要先切，这个内行没有啦，我都是看电视学的。我知道。说哇，我们看这一面好了，哇，这面就是我们刚刚切的哦，很美，精碎。
原则上它米饭其实已经是有香气了，可是呢，这样子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嘴巴里面是有温度的，那个温度呢，刚好把鳗鱼里面的那个脂肪稍微融化一下，然后呢，就慢慢蔓延到每一颗米粒上面，就这样慢慢化开了。这就是腌制鳗的特色，它是肉质细腻、入口即化。为什么特别会推荐？我早上特别，早上他亲手做的，所以一定要叫你一定要试试看。我有一次要离清，我们早上约6点。对。那你是凌晨就起来了？没有，因为这个热的没有办法切，一定要先做起来，放凉了。所以你很早就太阳还没出来就做了。对。哇，这个一定要为了等你来。哦。你看多感动啊！所以只能说好吃喽。真的好吃啊！还有第2个选项吗？我刚看到了，那里面是有鳗鱼的。对，也是鳗鱼的。感谢大哥大姐的用心，不止让台湾的胭脂鳗能够扬名国际，更把好的东西根留在地，让我们的乡亲呢也能一尝世界级胭脂鳗的美味啊！而且像他们如此默默在民间打拼的高手呢，也绝对不在少数哦。一边太长一边太短。你要绑好你到时候是方便到整个打开，怎么掉下来？沉到水里面。没关系，我就当做来水上乐园玩。龙须菜跟佛手瓜是有关系啊，对不对？佛手瓜，龙须菜就是比较嫩的部分，不是凉拌龙须菜，还有放一颗生鸡蛋在上面的龙须菜吗？不是那个啊。Hello，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要龙须菜。这个龙须菜是不是我们？是真的龙须菜吗？一起上海底的海底龙须菜，像海藻类的。对。OK。给西是什么？给西。哦。哎呦，这刚刚网球拍的，你应该买也要怕网球哈。我没有。哎，带，我还卡条啊。这是不是？有。这是文蛤吗？这牛奶。这有牛奶贝啊。哦。可是它也没有白色啊，为什么会叫牛奶？它因为大家介绍就变成它牛奶馅。老板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你会当看播放吗？哦，这摆就有啊。啊，那这摆就有啊，为什么爱上传？怎么上传？上传。啊，你要搞起来，你要放在摆在顶啊。哦，你教我怎么用好了。这样啊。哦。啊，看到水也要扣起来呢。什么叫水？因为伊这有卡垃圾啊，甲无卡垃圾啊。哦。哎对。我来看卖啊哈。哎呀，这块这个。怎么有点简单？啊，不然重点你扣啊搞工啊。哦。哎，安尼，刚刚洒水饺安尼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刚刚洒水饺。啊，伊这摆干净。摆无你个当个伊嘛就可以放。你会使教我什么叫做好的，什么叫做歹的无？你这小可细者。啊，你安细者了。细者。因为有头哦。对，你有头。有头，安尼是头就对啊。那算香啊。这算藻类哈。藻类。哦，细就白啊。原来云林口湖乡养殖的海藻又叫龙须菜或巧味芽，早期呢原本是当作9孔的饲料，经过分析发现它对人体有太多好处啦，而渐渐成为美味的桌上佳肴哦。我卖是讲卖1斤100块，你买不是凶，因为这不是很凶的东西哈，它有点像一坨橡皮筋打结的橡皮筋，因为它有点咕咕的感觉，滑滑的感觉。啊，这海胆嘛有咧食啊，平常海菇嘛有咧食，伊帮做消化。哦，跟膳食纤维一样。这干麦放种子，哎，伊生长的环境有没有特别的要求？爱就热的。伊热天伊发热紧，寒天伊就是发热慢。伊会惊寒就对。哎，伊会惊寒。伊嘛是冬眠的法菜对啊。对，差不多意思。哎，摄影师小心哦，你胯下就有喽。胯下就有喽。对，胯下就有喽。哦，不是你的哦，这不是我的啦。你这是后收仔呢，什么都有，好漂亮。哦，根本不用去马尔地夫啊，加去马尔地夫啊。哦，这就是云林的珊瑚。你如果那边没有用得了，你这样子看过去啊，那边真的很像珊瑚礁的感觉，也是有浪漫的感觉哈。
听讲你家不止有这个购物牛奶贝哈，牛奶贝伫倒位？牛奶贝在这边。啊，我来去看看牛奶贝好啊。啊，嘛是请安尼吗？哎，我是请安尼。因为有时候吃了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它食材来了这趟才知道，其实很多食材来源其实都蛮辛苦的，而且你会感觉会更对你餐桌上的食物会更精致的感觉就是你的一生我的一餐，真的，你的一辈子是我的一餐而已，真的，谢谢这些对我们的餐桌上有任何贡献的朋友们。为了收获品质良好的龙须菜啊，平时呢还要在池中上下翻动，做翻身的动作，让颜色均匀漂亮，也避免海藻沉入土中腐烂掉。只能说啊，养龙须菜绝对不能放牛吃草那么简单。较早伊的名伊毋是叫牛奶贝，伊是叫迄落冰头保持连格。伊较早是为美国迄边过来大陆这边，大陆过来引进日本台湾。哦，3级跳来就对了。对。我那里打敢没打到牛奶贝？伊用到牛奶贝库就清咩？库就清。对。这个是什么？它有个文革。哦，这就文革了。哎呦，这样。啊，你要蒙下会底了。挖比较深一点。有啊哦，有啊哦。这是不是？对。这是文革吗？这是牛奶贝。这是牛奶贝啊！这哪是伫医美诊所，安尼要变安尼，最少要花100万哦。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可是它也没有白色啊，为什么会叫牛奶？因为你啊，大家退休，伊就变成牛奶色。哦，有，你看，因为这表面这是拢是土色的。有呢，我安尼甲撸撸的，伊就变白色啊。有啦，有。大家退休，它这个黑黑的都被我捞起来了，伊爱去角质啦，伊就变牛奶色啊。天哪，又抓到了，够几强哦！刚才变魔术了，一个下去，2个上来。那它算很好抓，对不对？伊库就清咩啊？库就清。对。哦，变3个。哦，这哪是酸椒哦？这个是云林人的酸椒，云林的酸椒。我都没打没，我在原地绕一圈，绕一圈就有啊。这里。哦，这细气啊！这个细气啊，这开啊，开花啊。因为啊，拄着一摆雨，是讲会休息。所以它如果说是寒流来的话，伊就很容易死掉，对吧？寒流唔惊，会惊雨，下雨了。无水，伊也是落真济迄个，伊会先惊，伊本来是咸的嘛，啊，落雨惊伊是。所以伊嘛会惊落雨声就对。跌破眼镜啦！没想到牛奶贝刚捞起来的时候黑不拉几啦，不说还以为捞到恰嘴呀。大哥说啊，想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啊，还得在池中静置1个礼拜才行。1个礼拜以后的，这个是现在挖起来的，你看颜色都不一样了。哦，好像打美白针呢！天哪！它是用什么牌的防晒油？那杯。你看这水就搞到伊褪色，本来叫伊这是沙啊。沙子，这是沙子。伊褪掉伊慢慢变白色。OK， 哦，这哪是伫医美诊所，安尼要变安尼，最少要花100万哦，100万，而且还不能晒太阳。你个食来海，伊就软啦，啊，牛奶贝食起来顶当，就是迄个比较口感比较 Q 啊，比较 Q。没关系，我们刚才直接来讲话买韭菜啊。新鲜的牛奶贝只要简单清蒸就是最好的料理方式啦。而巧味羊呢，在大姐的巧手之下，却是变化出多种不同的菜色，更让人好奇它的滋味。人为拢叫海仔，啊有讲海米粉。海米粉我没听过呢。我自己来啊哈，这很简单，它就是汆烫，然后用一点蒜头、辣椒。脆脆的，然后说它煮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里面的那个它的汤汁是像牛奶一样，好大。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
肥美的，而且我们完全没有加任何的酱料，完全没有加任何。而且我们刚刚在煮的时候，里面所有的汤汁呢，全部都是牛奶贝里面自己散发出来的，然后放一点点那个葱，还有蒜头。哦，你怎么都知道我要讲什么？这题我靠加爱偌济钱啊？一粒你拿去加餐厅这样8十。我这几个按8十嘛。哇，一个便当的价格。他们说这边的龙须菜的另外一个名就是巧味芽。它吃起来哈，脆脆的。很那种口感。油，它不会很油。巧味芽吃起来很拔哦。好吃哦，而且它皮脆脆的，皮很脆，而且我那集功力的功尾味不油，在这边就真的是养在地，然后吃在地，巧味芽煎蛋，这个巧味芽都变化。今天感觉好像来你们家吃饭的感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蛋啊，煎完之后啊，巧味芽在里面啊，它煎完之后，它的巧味芽的水分全部在那蛋里面，还能夹给它刚才你夹蒸蛋。感谢此行所有民间高手的协助，不但让我们品尝到真正在地的后猪逼啊，更让我对咱们的家园充满无比的信心啊！相信这些高手一定能持续在国际上发光发热。